今天来开个箱哦，这个是美萃的 Go Brew 手冲咖啡机，主机架子，这是它金属滤杯，做的好像还蛮细的啊。然后一个吹球，它这个吹球做的好像蛮精致的啊，还可以哦。好，滤杯也放这，这个是杯子，它这个是充电式的啊，充电头在后面。李麦克的感觉又回来了哦。它一边充电，我们一边看，它整体大概就长这样。上面呢，这个是水仓，这个可以煮热水啊。再往下看，这个是控制按钮。只有一个按钮而已，然后这个是显示萤幕嘛，它的操作界面就很简单，只有一个按钮而已，按一次，按两次，按三次，这个会煮，再按就关掉了，好，所以它这个操作界面很简单。下面这一节是磨豆机跟冲煮头，它们坐在一起的。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，里面刀盘厉害不厉害？刀盘长这样。似曾相识，感觉还不赖啊。里面有弹簧跟电圈，整个车，这个磨豆机要清洁也蛮容易的，啊，要拆蛮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它装回去哈。有电圈保护它轴承的，翻过来，另外一个保护轴承的放进去，弹簧。刀盘、定位、刻度扣，这个要锁的时候跟主机固定一下就可以，外环就很容易锁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锁紧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要拍这个磨豆机的运作嘛，哈，这个是冲煮头，这是出水口。那我们做个小记号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才会看比较清楚，要不然黑黑的。出水口在这。稍微在旁边画一下好了。哎呀，手沾到了，因为它这个会旋转嘛，要不然整台黑黑的，怕你们看不清楚。按两下是研磨跟冲煮，这样你就看得比较清楚吧，看得到它转了吧？它的设计呢，还有一个是安全机制，有没有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磨，对不对？按两下，然后里面我们是不是可能放热水啦？啊，如果倒的话呢，它会停哦。就它不会一直无限的一直弄下去，然后它这个研磨转速大概是50 RPM 嘛，算是有点慢磨啦，有点慢啊。实际放豆子进去，它这个清洁刷附的豆豉其实蛮方便的，一匙大概就6克嘛，2匙就刚好可以用了。这个头不是磨豆兼冲煮嘛，然后这3个是它的水线嘛，所以我们要浸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这个，它也做好一个接粉环，不用也可以啦，但是它就会跑到这洞洞里面。那我们来实际的磨磨看看它表现如何。有个功能忘了讲，它如果卡豆，它会自己排解哦。我弄给你看好不好？放一点生豆，生豆通常磨豆机是磨不动的，因为韧性太高。卡豆看它会怎么解决，好不好？按2下。哦，回头一下，哦，那跟你说它卡到了，所以它这个其实设计的还蛮细的啊。照道理它这个运作是这个滤杯扣上来嘛，可是我想给你们看它出水跟磨豆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就待会我用手拿好了。好，来注水，它可以120到150吗？这样差不多吧，然后盖起来。因为它这个研磨加注水，这个是有专利的，按2下它就开始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磨到它觉得没豆子，它就开始注水了。来按2下哦，按2下它就开始磨了。然后你们看中间那2个白点哦，它现在没有豆子了，对不对？它就会进下一步了，有没有？它自己侦测到，它现在要加水了哦。然后它会停一下哦，闷蒸一下，然后等闷蒸差不多，它会再来加水。
好，然后呢？快点，什么时候会再来呢？哦，哦，模拟你的手冲哈，它不是这么，感觉也不是这么规律，它每次出水量好像不太一样。冲到它侦测到没水，它自己就会停了。哦，没水就停了。哦，它这金属滤杯应该口味，应该油脂表现不错吧？好，哎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就是比较厚重一点的手冲。我们把那个滤杯装上去了哈，它才不会乱喷。看它正式的工作状态表现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加，哎，它这个有煮水功能，你知道吗？按3下就是了。啊，它现在这个有冒烟符号，就代表它会煮水。先磨豆子，这样就可以发呆了，对不对？等它好了，它会哔哔哔，我们就来拿了喝。磨完了，这个杯子是他附的，这个 Triton 的。现在很多滤杯也用这种材料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啦。没有，我喜欢玻璃的，我们放玻璃的好了。然后它现在是煮水模式嘛，所以它会先把水煮到它的温度，然后再下来。一般我们看这好像都是做浓缩的嘛，对不对？做手冲比较少。待会我们一样啊，按照惯例哈，缺点优点讲一讲，好吧？哦，温度到了，它就开始冲了。会停一下，闷蒸一下。等它哔哔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嘿，好了，按照惯例啊，这台美萃的 Go Brew 先讲缺点再讲优点啊。首先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这个分量比较少，做一杯这个手冲大概120cc， 喝起来会有点不那么过瘾，有没有？那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？由于它这个磨豆机跟冲煮头的这个结构是共用的嘛，这边你这冲煮的头里面会卡一些粉嘛，然后由于它一定会碰到水，对不对？就粘在那里，那就变成你要常去清理它。用完就是稍微刷一下。这刀盘拆下来是可以，黑色部分是都可以水洗的。啊，还有一个缺点是它有煮水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它如果是用25度C的水煮到可以冲煮的状态，大概要10分钟。然后加上研磨，加上萃取，大概要13分钟。就是你如果没事可以按一下，然后丢，不是按一下，是按3下，它才会自己煮。按3下让它自己煮，你就不管它嘛，等它哔哔叫你再去拿。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它是需要13分钟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由于它要这么小的体积里面，对不对？它要塞进这么多功能啊，电池其实蓄电力不是那么强嘛，每一次都要用冷水煮到热水，然后让它自己做的话，大概2次就会没有电了。所以我们都会用直接放热水进去，这是我觉得缺点的部分，好吧？优点啊，刚刚不是说这个只能煮2次它就会没电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是一个救命的功能的哈。就我之前去美国那个旅馆啊，他们里面没有热水机的。也没有快煮壶那一种，你知道？你去柜台要它也没有，有没有？看着自己的豆子但不能煮，有点痛苦哦，那是救命用的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它这个注水的专利蛮有意思的哈，就是它是一个冲煮头，然后会闷蒸的，每一次注水间隔还不太一样，然后让你这咖啡蛮有层次的。哦，优点我觉得它这个刀盘其实表现还不错，出来的咖啡是算比较偏干净的。味道不会浊的，便于携带嘛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已经尽量把这个器材做得很小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携带连架子的话，
你想嘛，你如果要同时有一个可以煮水的，又可以磨豆的，又有滤杯，这个加起来一定比它大吧？啊，所以便于携带嘛，这就是见仁见智了啊。我个人觉得是已经尽力了。最后一个优点，我觉得是这样哈，就是比如说它倒了会自己停啊，磨豆卡住会自己逆转，这些设计是还蛮人性化的。一个小小机器可以研磨，可以煮水，可以冲煮。然后做出手冲咖啡，虽然它的量比较小杯，概念蛮有意思的哈，对吧？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美萃 Go Brew 手冲咖啡机。然后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呢，我们说明文有连结，好吗？喜欢我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哈。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它这个虽然煮热水要花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但你如果想喝冰咖啡怎么办？里面直接放冰水可以吧？就是出来就冰的。